一辆卡车被一头驴挡住了去路，驴背上驮满干柴，男孩不停挥动鞭子，驴才艰难地往前走几步。司机连忙下车招呼村民靠边，卡车才得以通过。这条险峻的山路便是连接阿富汗和中国的瓦罕走廊，地处帕米尔高原和新都库什山脉交界的山谷。这条通道一年被积雪覆盖8个月以上。65岁的哈吉是一名卡车商人，已经在这条通道上来回跑了15年。每到通路时，他便开着卡车在瓦罕走廊上往来贸易。今年哈吉给自己100万公里的准新车配了个专职司机，上了年纪的他不想再那么劳累，有个助手方便照应。雪崩、山体滑坡、洪水，这里随时可能会发生。在这条路上做生意，司机们将其戏称为鬼门关前摆地摊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哈吉没想过要退休，因为瓦罕走廊上有太多的村民需要他的物资，他们将沿着走廊一个一个村子停靠贸易，直到走廊尽头。几十年间，阿富汗不断弥漫着战火，但这个地方却从未遭受过战争。边检人员简单盘查询问后，便对货车放行进入走廊。瓦罕走廊全长350公里，这里没有公路，全是原生态泥土路。好在100万公里的4驱卡车仍旧坚挺。卡车在第一个村子停了下来，哈吉正在翻看自己破旧的账本。村里有3个人去年欠他货款，但好在这里的村民都极为守信，他们有钱一定会还上，哪怕是过了10年。哈吉带来的有洋葱、大米、肥皂、面粉、驴鞍、发电机、萝卜等等物资，都是村民们刚需的生活用品。一名村民看上了一双胶鞋，售价100阿富汗尼，折合人民币7块6毛钱。除了现金交易，哈吉也接受以物换物，17.5公斤的奶酪交换21公斤洋葱，双方都很满意。哈吉偶尔也会送村民们一些小礼品。拿到这双小号的胶鞋，小朋友非常开心。哈吉和助手继续驾驶着卡车向下一个村子驶去。听到卡车的轰鸣声，村民们早早就在村口等待。哈吉要先取上自己去年放在这里的盐块，这些盐块来自阿富汗另一端的矿山。村民们殷勤地帮他将盐块搬出去，总计300公斤矿盐。哈吉拿出一些萝卜送给村民，回赠他们的帮忙。天色渐晚，村长邀请哈吉到家里留宿。哈吉在瓦罕非常出名，只要来这边，村民们都会免费为他提供食宿。晚餐是村里的妇女准备，男人们用推车将晚餐送到村长家。米饭蒸土豆是他们万年不变的食谱。哈吉带来村民们需要的物资，又带走他们的牛羊。从另一种程度上，哈吉可以算得上村民们的衣食父母。第二天一早，助手就端来一个火盆，卡车的柴油被冻住了，他们用火盆加热发动机油底壳，加热许久才解冻。卡车继续向着下一个村子出发。狭窄的道路旁是湍急的河流。这是助手第一次上瓦罕走廊，哈吉嘴里碎碎念，恨不能抓着他的手叫他开车。但凡有1厘米的误差都有可能翻车，两车会车时更加艰难，只有一方倒退相让到稍宽些的地方才能成功错车。哈吉和助手一路矛盾不断，助手认为自己的经验足够掌控这样的路况，但哈吉不想陪他送命。路过打滑路段，哈吉提前下车往积雪上撒上一些石头，确保卡车不会打滑。遇到卡车抛锚时，就需要用铲子往车底填入石头，增加摩擦力。这样高海拔的体力活让哈吉气喘吁吁。村里的牧民要卖掉自家的牦牛，哈吉开价235欧元，但这比村民们的预期少了100欧元。哈吉扭头就走，最终村民做出了让步，因为这是一头小牛。哈吉以246欧元的价格收下，村民转手就要将现金换成面粉，面粉18欧元一袋，一共可以换14袋。村民认为18欧元的价格有点过于昂贵。哈吉信誓旦旦告诉村民，他们可以和他一起出车，如果卖得贵了，他连车带货一起送给他们。最终村民只能接受，剩余7欧元找零。哈吉给了村民价值13欧元的糖果。虽然交易的结果并没有想象中丰厚，但这些面粉和盐砖将是这个牧民家庭熬过整个冬天的关键物资。村民们用驴将面粉驮回家，虽然环境极端恶劣，但看到粮食落满的这一刻，村民们心里是喜悦的。瓦罕山谷里学校很少，通常是修建在距离几个村子同样远的路口。这里的男女平等，女孩子也可以去上学，这对孩子们来说是幸运的。孩子们一天上学4个小时，学校里没有课桌。这些孩子们已经读完了3年级，问起他们是否愿意继续求学，同学们全都毫不犹豫。多年驾驶卡车让哈吉也患上了职业病，他来到诊所治疗自己的肠胃炎，医生根据病情为他开了药，并叮嘱了服用方式。只剩1天就能抵达走廊尽头了，这也是最危险的一段路。一块石头卡在了2个轮胎间，在助手修理的间隙，哈吉又去谈了一笔生意。牧民们想卖掉自己的羊，但这只山羊已经老得掉了牙。
哈吉见机压价，但牧民坚持认为他要买的是羊肉，又不是牙齿。但哈吉毫不退让，只给出了78欧元的价格，这只能换到4袋面粉。这些年来，面粉从6欧元涨到了18欧元，但哈吉也很无奈。其实哈吉不仅是一名商人，他还是一名军人，曾经参与了抵御前苏联入侵的战争，服役14年后才退役。当他退役后第一次来这里时，村民们甚至不认识肥皂是什么东西。是哈吉这样的商人将现代文明带进了这里，所以村民们都非常尊敬来瓦罕走廊的商人。第二天，哈吉从走廊尽头返程时，他又要将村民们卖给他的牛羊装车再带回去卖掉。